在去大阪城的路上看见好几天了，刚开业的一家店，看24小时的无人的洋服屋，要自己结账，看没？有一摄像头，这有点意思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25号星期日，看我在哪儿？我还是在大阪城护城河边。今天是大阪城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日子。虽然我不参赛，但是还是挺热闹的。你看，游泳在这儿，那边下来可能，哎，这个黄色的墩子是指引折返的地方。奥运距离这个比赛是。今天就特轻松的跑，今天感觉非常累。这周期要调整一个周期。张弛有度，铁人三项还挺有意思的。奥运距离我都快忘了是多少了。1.5的游泳，40的自行车和10公里的跑步，其实不短呢，真的不短呢。基本上除了跑步以外，对于马拉松爱好者，另外2项都得专门练一练。今天累了，今天累了。昨天就跟大家说特累，所以人不能太跟自己较劲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啊，上2个周期练得特别痛快，因为就是你正好赶上了训练的机会，小伙伴们一起练，你当时呢又身体又状态又很 OK， 很兴奋，很想练。那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就可以把计划呀、科学呀先往边上放一放。所以我觉得那2个周期练得特别开心。那这个周期就调整一下，今天就轻松跑。大家今天看到的节目又会晚一点，因为在大阪城吃个早饭。今天咱聊什么呢？这2天和一位观众有私信的交流，我觉得这位观众的想法不一定代表很多人，但是代表一部分人。就是特别简单的会把马拉松想象成2个半马，或者说4个10公里，或者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不合适的。虽然昨天我还说听李迪教练的播客说，专业运动员10000米最好成绩，比方说30分半，然后通过训练可以用31分的10000米跑4个，跑1个全马。但是好多人就不听最关键的字儿，最关键的4个字儿，通过训练，通过训练，轻描淡写的4个字。这位观众好像说半马刚刚1小时多少，1小时28。那我的观点啊，始终是这样，没有童子功，没有基础，普通人，比方说到20多岁，30出头，开始说我要跑马拉松，那全马想破3，男性的话，半马怎么着1小时25以内，大多数人会符合这个规律。10公里怎么着38以内，可能才行。然后说到这儿，可能又有小伙伴误会说，那我先练速度呗，先练速度没错。我特别支持普通爱好者上来，趁着还年轻，可以练练速度。但是我说那速度啊，是阈值的速度，或者说就是你刚开始能跑步，能跑3公里、5公里的时候，你能跑多快，是这意思，而不是说你的冲刺速度。因为冲刺速度这个事儿，对马拉松来说，就哪怕说跑到2小时50全马，可能冲刺速度意义也没有那么大。这也是我跟小伙伴们建议，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极化训练呢？马拉松跑进2小时50再认真考虑，并不是说以前练没用，以前练有用，但是以前练别的也有用。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我现在的马拉松是3小时20，我的目标是破3。那极化训练有用吗？有用。可以破3吗？可以破3。但是呢，如果我就多跑跑阈值，跑跑法特莱克这种
然后增加跑量，积累1年，我差不多也能破3，效果是一样的，但是后者更好执行。而极化训练其实执行本身它就是需要能力的，就并不是说我想极化就能极化。很多小伙伴说慢不下来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也是，你都不用太往前看，你就看2023年波士顿马拉松，2023年4月，在那之前，甚至那之后的2-3个月，那时候我已经比以前慢了好多了，但是还是不行，还是做不到平常慢下来，训练强度的时候顶上去。要有人说我能慢下来啊，但是你顶不上去。真正在训练中能顶到自己的极限也是一个本事，不是想拼就能拼的。我相信让我们跑个60米的比赛，不会有人因为体力不支就跑不完或者掉速的，都想拼尽全力去冲。或者你跟人打架，你说我这一拳我一定要有多大劲儿，你卯足了劲抡一拳，但是你不会使那个劲儿。说到这个，大家应该就能有那感觉。极化训练也一样，你真的想在强度的时候往上顶，是需要积累和需要能力的。所以对于马拉松，我觉得3小时以外的小伙伴，更多的速度训练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速度训练，而不是绝对速度。因为那个小伙伴又说了，说就跟我私信交流的，我发了好几条，早上起来看到，其中一条说我的400米也能像您一样跑72秒了。首先我400米是67秒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全程马拉松跑2小时44的时候，400米连80秒都跑不进。那个时候我看人家训练，说练400米间歇在操场上76秒一圈，我一算，然后我一试，我说这不可能呀。那个时候我36岁，2小时44了，半马已经1小时17了。每个人可能是有区别，但是这位观众他说的就是10公里40，然后半马128，400米72，可能认为自己可以了，但是其实真的差挺远的。就是马拉松跟半程马拉松完全是2个事儿。就是半马靠冲靠堆5公里10公里的成绩是有意义的，是可行的，全马完全不可行。而且不用把马拉松看那么神秘，它并不是由速度、耐力这些东西组合成的，就是不是拼起来的，是揉起来的，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不是说我是不是现在欠缺耐力呀？不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欠缺速度，这都不是的，这些都是一起往上走的。没有谁说光有耐力没有速度，光有速度没有耐力。那除非是专项运动员，普通人你就每天这么跑，都差不多。然后归根结底就是，那位先生说他多少斤？173斤，就是86.5公斤。那体重比较大，然后初步判断跑的还少，但是呢，可能有一些天赋或者有一些基础，400米能跑72秒，400米能跑72秒真的不慢了。然后存在一些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的想象。所以马拉松就是教会我们沉下心来，就像我昨天说的，马拉松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大，但是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。或者说就像一个水杯，那次我举的例子大家应该从小到大都听过，你装满了一杯水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满的，然后呢想办法把自己变成更大的水杯，然后你就觉得还空了好多。可能大家都会处在这一杯刚满还没到下一杯的时候，开导这位小伙伴别想太多。对，这期的想跟大家聊的就是，我觉得速度是马拉松
不可以没有的一部分，但是不是绝对的短距离速度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关于计划训练，我的观点，就很多东西确实是科学的，是对的，但是它不适用于所有阶段的普通人。就像昨天我说的李丽教练那期播客的听后感，一开始我就说了，你刚开始跑步1-2年，如果你不是运动员的话，也不是小孩儿，那你肯定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。它跟所谓的训练过度没有正向循环，没有超量恢复，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就是你太弱了。而其实研究科学的人，包括专业教练，他可能平常不接触咱们这种初跑者，人家接触的已经是大浪淘沙过的优秀运动员了，就没有那些事儿，上来就练。这就跟你说我要弄个研究室搞个科研，比方我要研发个东西，那我肯定招来的都是会的，你不能招一批人过来先学加减乘除，对不对？那你让这办公室主任或者这项目领导者跟你说，把他那个经验说给还刚刚开始学四则运算的人，那是不是不现实？他告诉你要用数学的思想去考虑问题，你这加法还不会呢，数学思想是什么呀？讲道理吧，他都是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这比赛写的8点开始，现在6点出头了，好多小虫子呀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就是湿度有点大，这儿跟北京唯一的区别就是湿度太大。其实温度差不多，冬天夏天的，冬天比北京暖和不少，夏天差不多。这2年湿度慢慢可以适应。5月25号星期日，今天就轻松跑了14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多。正好家属来了，拍一拍跑步的画面。今天阴天，挺舒服的。一会儿在这儿吃个早饭，烘焙店这儿吃完早饭之后，拍拍今天的大阪城铁人3项，再回家。看后边这大金毛，能看见吗？今天跟大家分享马拉松和耐力啊、速度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其实主要是放平心态，不要着急。马拉松这事儿，你想这么长距离的一个运动，42公里，它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说，要运动会了，大家练起来吧。然后跑400，那时候400可能是我们的最长距离，好像运动会。那练就有效果，速度这事儿就是练就有效果。包括这个跑跳投什么的，但是马拉松不是这样，马拉松主要就是最后那10几公里，对普通人来说，你怎么能顶过去？不光是练身体，还要练心理的。昨天有一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对，李丽教练说那2公里，有用的不在身体，有用的在心理。就像那天节目里李丽教练不停地在说 body and mind，body and mind， 对吧？就互相的去建立。不着急，把各方面都练好，一步一步的，有个3-5年，所有的初跑者都是业余精英，行吧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